我用豆腐和苹果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咖喱在不同的国家风味都会不一样，有南洋咖喱、印度咖喱、日式咖喱、韩式咖喱、泰国咖喱。泰国咖喱还分成红咖喱、黄咖喱和绿咖喱等等的。说了这么多咖喱啊，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日式咖喱素鱼饭。这次一样用简单的方法，不用揉捏就可以快速的做出素鱼了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。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豆腐和苹果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0克的鹰嘴豆，然后用热水给它泡1小时，这是泡了1小时的状态。把水分沥出来。把鹰嘴豆放入碗中，倒入60cc 的水，来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准备1块豆腐，把豆腐切成长方形的片状。把豆腐一片片的排整齐。在豆腐表面撒上一点盐、1点黑胡椒粉，还有适量的孜然粉。准备海苔，来量一下豆腐的距离，头尾要露出豆腐，所以要把这个多余的大约1公分剪掉。先折一个折痕。这样子比较好剪。这海苔我是在杂货店买的，1包10片。接着就可以在豆腐上粘上海苔了。粘上1片海苔，因为豆腐表面有水分了，透过这个湿润感，可以把海苔粘起来，就不需要另外用面糊粘。直接用豆腐代替手捏的塑料，也是可以省下做手工塑料的时间。上次有分享过素腰花，也是直接用原型食材杏鲍菇做成的素腰花。这几次分享简单的手工塑料都很简单上手，大家不妨可以试做看看哦。你们看这样做手工塑料是不是很快呢？不需要揉捏，用原型食材组合一下，调味一下，就可以做出香喷喷的素鱼了。接着来调一个浓稠的黑芝麻糊。2汤匙黑芝麻粉，2汤匙莲藕粉，缓缓的倒入热水泡均匀，泡成浓稠的状态。我用这个黑芝麻糊来代替面糊，这样的面糊除了有粘性，还可以增香，多了1层的黑芝麻香，还可以摄取到黑芝麻的营养。调好了，再来准备适量的面粉。适量的面包粉，现在先把素鱼排沾上面粉，再沾上黑芝麻糊，最后沾上面包粉。可以用另外1只手是干手涂上面包粉。素鱼做好了，来拿去炸。锅内放入足够的油，油热了，放进来炸。先炸3个，等下再炸另外4个。感觉有定型了，来翻面。再继续让它炸成焦黄色。都煎得酥脆了，关火取出。哦，香喷喷的。很快的，我们的素鱼做好了，实在是太香了。现在来切些煮咖喱的食材。鲜香菇准备2朵，
切成小碎丁。鲜香菇经过油煸后，会有一种独特的鲜味。把鲜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颗马铃薯。做咖喱少不了就是马铃薯了。把马铃薯削皮，切成块状。做日式咖喱，我习惯切小块一点。马铃薯拍整齐，切成条状。做南洋咖喱，我就会切大块一点。换一个方向，切成小丁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红萝卜也来一些，准备1/3条来削皮。红萝卜放进咖喱里面会增加甜味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来准备半颗苹果，把苹果切成小丁状。做日式咖喱，别忘了一定要来点苹果。把苹果的心切下来，因为苹果又香又甜，日式咖喱是偏甜的，所以加苹果很对味。放入盘中，准备一点莲藕，把莲藕的皮削掉，先切掉头尾。在莲藕的表面割上几条纹路，等一下切片的时候就会呈现一朵花的形状，摆盘会很漂亮。把莲藕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香菇炒香，已经炒香了。现在放入马铃薯和红萝卜，继续翻炒，不停地翻炒，炒到马铃薯有半透明的状态。现在还没有。炒到现在，近看的话已经有半透明的状态了。放入刚刚蒸好的鹰嘴豆，鹰嘴豆要沥干水分放进来，继续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来调味。1茶匙的咖喱粉，半茶匙盐，红椒粉适量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哇，咖喱香一直扑鼻而来，太香了！大概炒了1分钟左右，放入苹果丁，继续炒。苹果丁跟所有食材都炒均匀了，现在放入过滤水，让它煨煮一下。现在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煮10分钟。已经焖煮10分钟了。现在放入太白粉水勾芡成浓稠状态。哇，好香哦！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来热一锅水，把莲藕放进来烫。大概烫了3分钟左右，现在放入红甜椒跟黄甜椒条，把所有食材烫熟。所有食材都烫熟了，关火沥出水分。
来试吃咖喱素鱼排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牛。我放学回来就闻到妈妈咖喱饭，好香啊！真的很香吗？流口水了。用豆腐做的素鱼，有海苔的味道，很香。咖喱饭我煮的是比较不辣的，所以小朋友可以吃。如果大人的话，可以煮南洋咖喱，是辣的。对，日式咖喱小朋友是可以吃的，不辣，因为有放苹果丁，甜甜的，好吃。很下饭，咖喱好香哦。这个素鱼排呢，可以再用，你要甜椒吗？素鱼排可以再用多一点的盐巴去腌，它的味道就会更重。那因为我是搭配咖喱一起吃，所以我没有给它调那么重的味道，所以要配着咖喱一起吃。好好吃哦。我喜欢那个海苔的味道，很像鱼皮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甜椒。黄咸椒。好棒哦，吃整条。很美味。没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还有小铃铛哦，拜拜。好好吃哦。好吃哈、咖喱。我喜欢鹰嘴豆。